In the mountains of northern China, the new year of 2011 brought one police force no rest. 温暖而明媚，新春浓浓的喜庆，围绕在农户宅院的每一个角落。然而，在这个春节，河北省沙河市公安局的刑警们却没有同家人吃上一顿年饭。此刻，正在前往李庄的农民史进生家。围绕在侦查员心头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和令人窒息的压力。我们侦查思路错了，还是我们水路没有到位，都不断的给自己画问号。1个月的时间里，相同的案件已经是第2次发生在农民史进生家。系列案件的不断发生，使每个侦查员都如坐针毡。觉睡不好，是吧？压力非常大。老百姓可以说这个一闭眼就是老百姓那种乞求的眼泪。你好，120。2011年1月20日 It began in January. A farmer woke to find 5 cattle stolen overnight. 自家饲养的5头耕牛昨夜被盗。空空如大的牛没了，就丢个牛棚。他是先去周围找了一圈，然后再报的警。我们到那之后啊，现场基本上他家人去的已经比较多，已经破坏了。当侦查员赶到现场时，发现原本拴牛的缰绳已被解开，牛棚内脏乱不堪。By the time detectives arrived, the scene had already been trampled and lost. 并且由于受害人报案不及时，中心现场完全被破坏。如此凌乱的现场给技术人员的工作带来极高难度。但尽管如此，侦查员还是从细微之处发现了些许端倪。现场附近发现有摩托车的痕迹，有3马车的痕迹，分析犯罪嫌疑人应该具备有作案工具。侦查员迅速调取了李庄周边公路、收费站以及加油站的监控录像。尽管现场遗留下交通工具的痕迹，可侦查员却没有在监控录像中发现任何可疑车辆。警犬中队根据现场遗留气味进行跟踪。让侦查员没有想到的是，警犬在获取嗅源后，并没有走向公路，而是掉头。Tracker dogs turned away from the road and ran straight into the hills. 偷牛贼在偷牛之后，并没有选择公路逃窜，他而是牵着牛，避开这个大路，而且还这个公路，走的都是一些小路啊、河沟。The thief had led the animals for miles along back trails and dry riverbeds. 在翻越了一座山后，横穿了一条公路，随后踪迹全无。如果就是说都是在沙沟里边，这警犬跟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一到公路上，另外到公路上以后，这个牛就上到车上了。假如说你再跟车里去边，因为咱没有这个嗅源，没有车的嗅源，所以说你再跟车就不下事了。偷牛贼的狡猾大大出乎侦查员的意料之外，而更令侦查员没有想到的是，在接下来的1个月中，偷牛贼更是猖狂到顶点。Within weeks, the raids grew bolder. This was the 5th in 20 days. 是20天内沙河市西北山区的第5起盗牛案。耕牛被盗系列案 A cow is not 主要发生在 livestock. 沙河市 It is a family's entire 这 livelihood. 里经济条件相对落后，在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的家庭中，耕牛几乎是养牛家庭的整个经济支柱。应该说，这几头牛就是这个农户的主要的一个家庭的来源和收入。咱哭啊，已经哭了。儿啊，说这往后怎么生活？他们在把这个牛啊当成自己家庭的一员。对于这种养牛比较贫困人来说，牛就是生命。换句话说吧，就跟养自己儿子一样，就这么大希望。
20天， 20 5起 days, 耕牛被盗案5 10 raids, 几头耕牛被 more 盗 than a dozen animals, 根据作案手 all 段， taken by 侦查 one 员 gang. 推断，这些案件都是同一伙盗贼所为。非常生气。喂牛的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，家庭条件好的没个人去喂牛去，因为像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，从小我也是靠家里边的养几头牛，喂几只羊，砸点零花钱供着我上学上到现在。大部分出生于农村家庭的侦查员们都知道，没有了耕牛，意味着一个原本就很贫苦的家庭雪上加霜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人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丧心病狂地捣毁着一个又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？偷牛啊，这种案件，对于社会的稳定来讲， It was no headline crime, but for a poor village, 但是对 it 于 was 普 everything. 通的百姓来讲，就是大事。面对农户们的眼泪，面对空荡荡的牛棚，愤怒的侦查员昼夜走访排查，全力抓捕人性泯灭的盗牛贼。 它 The 是一个系 raids 列的案 would 件。 not stop, and the 这个案件一 investigators 天不 had 过， almost nothing to 西 go 部 on. 的山区就一日不宁啊。然而，让侦查员更愤怒的是，偷牛贼并没有停止，盗牛案还在接二连三地发生着。这个犯罪嫌疑人啊，他是硬牵着牛啊一直走，啊走的都是一些不好走的路。那个路啊，我们白天走都不好走，跟了4、5个小时。天也黑，路也不平，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不光狡猾，他还有一定的体力和耐力。从警犬跟踪的轨迹上，侦查员对这群盗牛贼又有了新的判断。案发地地形比较复杂，他自己往 Leading a stranger's cattle away 也 quietly 不是 takes 说 skill. 谁去都能干到那会儿。 These were 副局 experienced 长陈 hands. 队全判断，耕牛被不相识的人牵走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。偷牛贼应该熟知牛的脾气秉性，而这些人无一例外是年纪比较大的人。从现场勘查和我们调查情况分析，这个中间应该年龄段他们应该有老有少。从作案手段上，专案组推 They pictured a gang of old and young men 有 working as 少的 one. 盗牛团伙。老的窃贼有养牛经验，能让牛不出任何声音；而年轻的窃贼可以翻墙进入牛圈，打开圈门，并且有充沛的体力，可以翻山越岭把牛牵走。过了春节还要 Timing was wrong for locals. Suspicion turned to 不 migrant 符合 workers. 本地人总案的特征啊。我就把这个侦查方向啊，就给这个中队长、给管长我就说了，我说从现在开始要立足于外来务工人员，特别是春节没有回家留守在沙河的这些外地务工人员。沙河周边 Hundreds of 矿产 mines 资源丰富 surround Shaheen. 在沙河境内 In winter, 有大大 they 小小的 close, 煤矿 stranding their 多达 workers. 上百家。流动人口比较多，村里边也有这个暂住的外地务工人员在村里边居住。春节前后，这个一把矿都要停产了，停产了，有些路途远了，或者是说为了省路费的一些务工人员，大多数是南方，过春节就不回去了，但是矿上又没有活干，所以说有可能做这些案子。正当侦查员 On 对 the 外来务工 18th of 人员 February, 展开全面 3 more 调查 cattle vanished, 2011 and the 年 dogs 2月 found a 12 hideout. 专案组再一次接到报案，张下曹村又有3头耕牛被盗。太猖狂了，简直是对公安机关的一种挑衅。专案组立刻派警犬中队赶往案发地点进行追踪。这一次，当警犬跟踪到上官加油站附近时，在一栋废弃的房屋内，终于有了发现。房子里边发现了有牛粪，大量的牛粪，有人员逗留的痕迹。我们认定这个地方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临时躲避的这个落脚点。发现这个 Inside stood 3 stolen cattle.
left behind to be collected later. 是交通工具不方便。侦查员判断，贼不走空。既然将价值数千元的耕牛藏在屋内，那么就没有不来取的道理。根据这个情况，我们就临时采取措施，抓紧在这个小房子附近安排了10几个人，分了几个组，在周围进行了布矿。然而，侦查员一直蹲守到第2天的清晨。The detectives waited through 15 hours of cold. No one came. 专案组判断，偷牛贼应该事先觉察到警方的行动，从而放弃了这3头耕牛。次日，蹲守了1夜的侦查员回到局里，没有想到，刚刚踏进会议室，王下曹村又有3头耕牛被盗。我心里也很着急。 Every day the case dragged 这 on. 个案子 Another 一天不 family 破， paid the price. 群众的损失就会一天天的增加。2011年的暖春使气温比往年高一些，但夜晚的寒风依然刺骨。 For more than 100 officers, 100余名民 the search meant freezing 蹲守 nights 在 on 可 the 能发案 ridges. 的地点，顶着低温，苦苦等待偷牛贼。给我这个夜里，那绝不亚于12人案，每起12人案的那压力都大，破不了这个12人案的，那你肯定不行。但是偷牛案在一起这个，那比一起12人案的压力还要大在这儿，它给老百姓造成损失太大了，影响挺坏的。但是他不以为我们这么辛苦，回家老是埋怨，就是说别的单位也是上班，你们公安也是上班，大春节人家都放假了，你们就不放假，他一直不理解是怎么回事。然而，半个月 After 2 weeks of 尽 silence, 管没有 the 再发 team 生 changed 耕 its 牛被盗 approach. 案件，可狡猾的偷牛贼仍像石沉大海一样无影无踪。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，根据盗贼很有可能是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特点，重新调整了侦查思路。这帮务工人员有个特点，专案组决定 They turned to the clubs and bathhouses, where cash was spent freely. 当地的歌厅、洗浴等娱乐场所进行重点摸排。在摸排一家歌厅时，一个女服务员反映了情况，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。最后摸排到一个。 At one club, 3 big spenders stood out. Southerners, far from home. 比较熟识这个当地情况的，应该能看出来，就是个南方务工人。云南和四川的，在这歌厅唱歌，消费非常车手比较大。然后他经常带伙人来这儿玩来，他经常车手到手到脚的吧，然后来这消费，每次消费都是1、2千块钱。他说他们经常在这个野外，就是说在野外活动。歌厅女服务员反映的情况，让专案组的所有侦查员为之一振。 Then a waitress remembered a single overheard remark. 你真笨，竟然让他跑了2头，就是说这听来的就这样的话。当然心里啊一惊啊，也非常振奋啊。他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，可以说，这个对我们的打动太大了，就，马上意识到，这个我们离这个犯罪嫌疑人又近了1步。 女服务员提供的情况让所有侦查员意识到，他们苦苦寻找了近2个月的疯狂盗贼，极有可能已经近在咫尺。根据歌厅服务员提供的情况，专案组锁定了黄宝海、马超、马宪才等人。他提出来，宝海跟马超曾经在附近矿上打过工。调查中，警方发现这几个人的行为很奇怪。 他们都在沙河周边的矿上打工，收入应该并不高，但他们最近却花钱大手大脚。通过调取马超等人的通话记录，侦查员发现 Low wages, lavish spending, and calls that ran deep into the night. 并且这种联系都会延续到第2天中午。在秘密走访了黄宝海等人的工作地点后，侦
侦查员逐渐掌握了充足的证据。他们也很聪明啊，但他们有个致命的弱点，太贪了。人都是有思维的，我这个思维就是怎么来帮你抓掉，怎么帮你抓住。你的思维就是说，怎么能不让我被抓，不让我发现你的踪迹。哎，你可以接着偷，但是人有个 Their weakness was greed. Each raid left a wider trail behind. 线索越多，你漏洞越大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。这一次作案让黄宝海等人的作案嫌疑上升到了顶点。为了避免这伙盗牛贼继续作案，专案组决定对黄宝海等人立即实施抓捕。快点，这个，靠前，靠前，等我怎么了？靠前，跟我说吧，跟我说吧，靠前，师傅，拿着，拿着，放手，靠前，跟我说话，谢头，谢头，谢头，站住！跟我说，啊，喊谁？什么喊谁？他开动门，上哪家？我冒我也知道，老板娘家。将黄宝海、马超、马宪才、金玲等人成功抓获后，侦查员对他们进行了突审。据7 men were seized, the last tracked down overnight, 50 kilometers away. 以外的危险，侦查员连夜驱车，将剩余4人全部抓捕归案。这是凯旋而归了，心情都非常高兴。尽管说一晚上没睡，但是心情都非常高兴。当时的感觉就是这帮人终于让我看到长什么样。据黄宝海、 The motive 马 was 超等人 simple. 供述， The mines 几 had 人常年 closed, 在矿上 and the cattle were easy. 2011年初，沙河市大多数矿场已经关闭，这使得几人打起了附近村庄内耕牛的主意。那干活矿停了，然后就没活干了嘛，就去偷牛了。第一次得手 In 2 months, 几人发现17 raids, 37 cattle, 200,000 yuan. 2个月的时间内，他们先后作案17起，盗窃耕牛37头，涉案金额达20万元。爷爷奶奶们，对不起了。当时这几个年 The 龄 thieves, it turned out, were barely more than boys. 可以说戴上手铐，让他在地上蹲到地上的时候，我也感觉到心痛，因为我这孩子也是这个岁数，真是感觉，因为这几个孩子都比较瘦啊，蹲到地上啊。轰动一时的沙河市西北山区盗牛案虽然破了，可是遗留下的问题却仍然令民警无法平静。你觉得挺可怜的，你恼火的原因就是说，为了区区几千块钱，你就把 For a few thousand yuan, they had ruined entire families. 案件的侦破由于绝 Most of the cattle were long gone, slaughtered within hours of the theft. 这使后续的追赃和返还工作难以进行。在多方面的努力下，沙河市公安局决定动用有限的司法救助基金，对丢牛的农户进行救助。下一步就是 In the end, a relief fund was raised 举行一个 to help the families start 返还 again. 仪式，按照群众损失的程度，来给群众进行返还。